你从那个地狱难度出来之后，你就再回头看的时候，感叹我当时是怎么有那个自信，愿意往里冲的。几乎是每天都会有怀疑自己、反问自己、推翻惯性的时刻。在《少年的你》中饰演小北的易烊千玺，获得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评委会提名的是易烊千玺。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评委会提名易烊千玺《奇迹笨小孩》。来朝的人是多你、怕你、笑话你，你的妈妈才是那种厌恶你、看不起你的那个。我从来都不想要这个美。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很荣幸凭借电影《小小的我》荣获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你迎宾上了？不只是钱，我有工作，也是真演场。乐观就是我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最反差的这么一个感受，好像这些事儿在他们身上都日复一日，他们都不以为意。他们自己其实已经熬过相当多的难熬的时刻，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带我们怜悯的这个眼光去看待他们，但实际上在他们的角度反而不希望我们这样。很多瞬间的细节能看出他们里面是真的充满希望，也需要社会上更多普罗大众对他们的认识和理解。以后的路呢，也就让我自己走了。这个角色是盼着杀青比较急的一部戏，因为实在是有点太累了，身体上的负担有点太难熬了。那段时间看起来他们是松松的，他们是日常随意状态，但实际上我们要去演他们，我们不能只去顺着那个劲儿走，实际上他那个力是对抗的。那段时间身体的负担会比较大，每天需要收了工去做那个复健筋膜的放松。我们也属于说摸着石头过河，我也不能把表演做得特别奇观，不能展现我的某种表演技能，或者说我们的某些炫技行为都要非常谨慎。选角的标准其实一直就只有一个，就是按自己的直觉去判断，市不市场或者种种别的外在因素，其实不太需要我过多的去考虑。小小这个角色，比如说少年，比如小红花、奇迹，大家对这样的好像比较深刻。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电影史上像这样的少年角色可能并没有那么多，这些形象让大家印象深刻，我也觉得挺开心的。我就属于天生心比较大，我很多事儿就很容易翻篇。进去其实也都是比较顺其自然的事情，也没有说特别强弩着进某个角色。我就不太属于说情绪被这个角色支配，日常所思所想都被罩在这个角色里面。一发两百，俱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其实一直觉得说好像跟中戏的所谓告别啊，就差口气儿，最后还是决定说把工作挪一下，还是回来看一看。还是喜欢回学校，一进去我就不想出来了。我出来的时候就很不舍，学校里面大家又那么充满朝气，又那么青春，放回顾的各种小片儿，然后那会儿大家大学生活里面各种犯二的时刻，那种热血沸腾的时光真好。大一下的时候，那段时间我的所有作品都还没出来，12时辰也没上，少年也没上，老师就很语重心长的单说的话，就让我踏踏实实在学校上学，踏踏实实学，别急着出去拍那些很急功近利的戏。那天下午就好吧，身负重担。那2年就是没有接戏，就是想一心的好好学一学。
在进学校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学校里的各种点点滴滴，就觉得学校真好。